在一起3年了，一开始他对我很好，当时感觉她挺漂亮的，人也挺不错，于是就追求了她。后来慢慢的我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要的，没有责任心、上进心。我之前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，不稳定，她让我去好好工作，我也找了其他工作，因为不合适，所以没有去。中间有过很多次我想要跟他分手，但是他都以很极端的方式强烈要求我在他身边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在她店里待的有点频繁，她就开始说我没有好好工作，我只是想在她店里陪陪她，能够帮忙的地方我去帮忙。我真的不想再继续这样下去了，只有离开他，我才能过简单平静的生活。看这个标题的时候啊，突然想相见时难别亦难，说的是爱人之间的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。但是你看这个标题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，相爱的时候很容易，怎么分手就难了呢？这一对之间3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龙23岁，来自安徽，现在待业；女主人公小静同样是23岁，也来自安徽，是一名私营店主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愿意。我愿意。小片里说已经谈了3年恋爱了哈。对，怎么认识的？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，他手机在充电，我就用他手机打了我电话，然后发信息嘛，追求他。他那个时候每天给我发信息、打电话，然后我也没有理他。有一次那时候刚好过情人节，然后我就去杭州玩嘛。然后当时虽然是很多朋友在旁边，但是别人都有男朋友，然后那时候我是单身，他连夜就赶过来了。那时候就觉得，一个大男人可以这样子为你，就是也挺远的嘛，跑过来，然后我就蛮感动的，就答应了。这个上面写的您是待业哈。对，我刚开始是不知道他没有工作的，然后啊相处了几个月之后，我发现他一直无所事事的每天，啊，然后我就跟他吵了一架，我说那就分手吧。嗯，然后他说，那个时候然后也不想分手嘛，就去芜湖工作。谁知道他工作1个月他就回来了，然后一直没有工作。等于从你们俩认识到现在3年期间，你就打过1个月的工是吧？那你怎么活呢，兄弟？就跟朋友做点小生意嘛。做生意不是也算工作吗？不是他，他所说的做生意根本就不稳定，而且带他做生意的那2个朋友，我是不喜欢他们的。他们每天晚上会带他出去玩，有时候3、4点钟才回来。然后慢慢的我就感觉他变了，现在还跟他们交往吗？他？之前一直有，然后就这段时间没有了。那不是也在改吗？为什么非要分开呀？不是因为他刚开始前几个月还蛮好的，之后做了太多让我觉得就是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。他做过什么呢？伤害你的？过年的时候，他有带我去他家里了。我跟他姐姐说，我说，要不你们帮我劝劝他，让他好好找一份班上，又不是说一定要挣多少钱。然后他姐姐就把这件事情跟他说了，他就很生气。那时候说让我滚，你既然当时让我滚了，你现在还这样纠缠我干嘛？毕竟我自己也这么大了嘛，不想让家里人担心啊，可能有点生气吧，然后就说了，冲动说了一句话。年轻人嘛，冲动在所难免。那么接下来的事儿我就非常不理解。我知道在你们这个相处的3年期间，经常有争吵。为什么他每次一提出分手，据说你就要做很多自残的举动，是还是不是？你看他手上有2个很大的烟疤，那个时候我看看，就因为我晚上我跟他吵架，然后他就那样子。他为什么要烫啊？他就是占有欲特别强。因为当时他是老是在网吧喜欢玩啊，然后就回家就吵嘛，挺生气的，然后就发泄嘛。拿烟头烫自己。对，你除了拿烟头烫自己，你还干过什么？没有了。不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们吵架，如果你说你要走，他就会做像烟烫呀，然后说要自杀呀什么的，特别可怕。也就是说，从这个细节，我们基本可以理解，好像在你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是你离不开这个女孩，是吧？对。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待她呢？有时候2个人一吵架嘛，就容易冲动。你是希望跟她在一起的，是吧？对，平时我对她也挺好的。那为什么这个女孩想跟你结婚？因为某种原因，你不同意呢？那个时候本来就是对他基本上是已经死心了，已经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，但是就是怀孕了嘛。我知道之后我还是很开心的，我说，毕竟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在一起有2年多了，我说感情也挺深的嘛，然后也蛮爱他的。
我说我们生下来，我说苦一点不要紧，我说你从现在开始好好上班。然后那时候他特别坚决，他就说不可以要，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去做 B 超，然后嗯，那个时候，然后50多天了没有胎心，然后就没有办法了，就说那只有他要了。啊，就是胎儿发育不很正常是吧？对，就因为他每天晚上出去玩，然后喝酒啊、抽烟啊，每天晚上都那样子。那个时候你都不关心他呀？那时候你又没工作，你为什么不陪他去？那段时间挣的钱比较多吧，然后老是在外面，医生说那个不怎么健康，然后就让他打掉。那个时候我是有很坚持的呀，我说不行，到4、5个月的时候去做胎师筛查，我说如果到时候再有问题，我再拿掉也不迟。是你那时候自己没有责任心，那时候这你那里的个时候你就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你说那你自己那时候有说，你说你养不起，你说没办法。那你既然你知道你养不起，你又不愿意好好跟我在一起，那为什么你每次我跟你说分手，你都要自杀怎么样子？如果你说你心疼我，那当时我已经去做了，我说没办法，那做掉吧。然后我去跟他一起，然后我们去拿掉之后，他带我去他姐姐家里。那天晚上嘛，然后他朋友给他吃完晚饭，给他打电话，还是跟以前一样说出去玩，我就很生气，跟他吵了一架，第一次当他家里的面跟他吵架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把这2年的事情全部告诉了我爸妈。以前我都有帮他瞒着我爸妈，我说他在外面好好上班，爸妈也还蛮喜欢他的。然后自从那一次我爸妈都知道了嘛，把他叫过来说那就分手好了，说也不要再伤害我了。然后他当时是答应了，那怎么还没分开呢？然后就因为我心里有一点不甘心，我是希望他能变好的，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要继续和他在一起了。嗯，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在玩，然后我一个小姐妹跟他在一个包厢，玩，我就过去了。然后当时我很生气嘛，我就跟他那2个朋友说了，我说你们以后玩不要紧，不要再带着他了。我说他现在不一样，他有我不一样。你不都分然后手了吗？不是，我是因为生气才那样跟他那个朋友说。嗯，然后他当时就直接给我带回他住的房子里，还像以前那样又不让我走了。但是不让我走，我说我跟你好好在一起，毕竟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。我说不走，我说不要紧。但是每天他都不跟我说话，每天白天大概是中午11、2点出去，然后晚上3、4点钟回来。我经常等他等到3、4点钟回来，让他陪我吃夜宵啊，或者跟他聊聊天都没有。我一走，我说我要走，不管我怎么大哭大闹，反正他把门关起来，你坐在那里哭闹，你哭闹好了就没事了，就这样子，可是他不会管你的。可是我这么听下来，好像你们在分手之后主动回去的是你呀？我是不想他玩，可能是因为不甘心吧，我也知道这一点。如果我知道之后是那样子，就你我也不会。心里还有他是吧？那个时候不想要跟他在一起，只是因为可能有一点不甘心。我想跟你核实一件事情哈，听说你曾经拿刀威胁过他的朋友，有这事儿还是没有？我没有威胁，因为你拿刀了吗？如果当时不是我拉你回来，你不是已经去了吗？当时他的朋友他才认识几天，然后没事就出去玩嘛。然后我有一次给他打电话，我在家，然后我把电话抢过去，然后跟他在电话里吵了起来，然后就拿着刀就出去了嘛。拿刀出去干然嘛？后他就把我拉了嘛。人家只不过给我打电话，而且是很多人在那里，不是他一个人，就因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然后他就那样子，就说拿刀要他没过去，事就带你出去喝酒，我是担心你。不是说过去喝酒，只是因为在我们去唱歌，然后肯定会有喝一点，但是那你经常也这样子。看来2个人都不太老实，确实动过刀是吧？对，你多大了？你不计后果？当时跟他吵架挺生气嘛，然后冲动。你说你不想我出去玩或者怎么样，你对我男性朋友那样子，你对我的闺蜜也是那样子呀。有时候跟她吵架，然后我可能去找闺蜜聊聊天啊什么的，晚上跟她住在一起不是很正常嘛？人家一个人住，然后她就会给我打电话，她不会直接过去找人家，她会给我打电话说，给你3分钟，如果不回来，我马上我要过去找她，要打她或者怎么样。因为她的闺蜜，我个人认为她不是很好，然后怕她把她带坏。我想问一件事儿哈，腿长在你身上是吧，姑娘？为什么不离开他？有走过几次吧，每次不管我住在哪里，然后他都能找到。8月份的时候，我就骗他，我说我回家，然后我就跟我朋友约好，我们去杭州玩了，然后去玩了10天嘛，那10天我都没有联系他，我把他电话拉黑了，过得特别开心，就不想回来了，自己在那边又租了房子，找了工作，然后刚上班3天，然后他直接找到我公司来了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想在那边工作的，然后我就骗他，把他骗回池州。
然后回到池州，他每天又绝食呀，然后又说要自杀呀，怎么样？他家里人给我打电话说，你要不就回来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。然后我当时然后想一想，然后就回来了嘛。但是没有跟他在一起，我自己每天在店里。然后他知道我回来之后，他每天就待在我店里也不走。你说我既然已经回来了，你要是好好上班，你做给我看，对不对？他还哎，是每天那样子。你是真绝食吗？有2天没吃饭，然后过2天他就回来了嘛。不是你绝食的时候，你想要给我打电话，你家里人都会给我打电话。那我当初我刚刚做完人流，一个人在家里，然后我爸妈都在劝我，因为跟他毕竟也你有那么想离开他吗？想呀，但是就你是心里想离开他，他死了多干净啊！那不是彻底离开吗？他爸妈把他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啊。哦，那你还是不想离开他是吧？不是我不想离开他，我希望他好好活着，然后也放我一条生路，我们俩都各自都过好自己的不不，生活。他是没有你，他一定会死的。姑娘，你信吗？自己都笑了，就是你还是不想跟他分手呗？不是这样子的，他说他绝食，那以前我吃安眠药，我绝食的时候，他一点反你为什么应都没有。绝食啊？也是因为他不让我走，然后给我关在家里怎么样？然后我就啊，说我不吃饭，你要让我走，我自己会吃。你们俩一个以死相留，一个以死相走，是吧？连命你们都不珍惜，你们还珍惜什么？你们如果把情感当成游戏，那你就接着玩儿；如果你们把人生当成游戏，你们就这么玩儿，这不就是虐恋吗？我看女生也挺享受这个过程的。没有，我就是想一个人好好的，我不希望他再这样每天就是这样待，每天就跟着我后面，不去干自己的事情。我不想他这么大了，他你在怕他吗？有时候有一点吧。小伙子，你跟这姑娘动过手吗？就那一次吧。为什么？那天我们俩在争吵，然后他就打了我一巴掌，然后当时我要走，那天晚上嘛，然后他不让我走。你这么离不开她，为什么呀？他是人挺好的，对我也不错。哦，我们看到的好像一场游戏一样，对我们来说是一场游戏，一段故事；对他们来说是一场游戏，一场人生的噩梦。这个梦醒来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问问我们的4位睿智的老师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刚才说小龙没有工作，你是有工作的，你不是做盯梢的吗？跟踪女朋友的吗？这就是366行。不是盯着他，我在亲戚那边找了工作嘛，然后没事嘛，然后就在店里想着能帮他一些忙，然后他老觉得我在盯着他一样。刚才小静说，一个男性朋友让你出去玩，他就刀都拿出来了。那你平时和其他的男性接触，他在意吗？从来没有过，就是平时我连跟其他男生打电话都没有过，我基本上是不会除非就是他的朋友，然后可能联系一下，他不会说什么，其他我身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男性朋友。我虽然不是研究心理学的，我们这里有心理学专家，你说这个话的眼睛给我的一种感觉非常的恐惧。他其实是怕对面这个男人。你刚才用了一个词，说他的占有欲很强，而且他也摸准了你的软肋。你只要提出和他分手，他立马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你立马心就软了。小姑娘，我只想和你说一句话：珍视生命。你也同样，你也搞过自杀。没有，我你呢？那时候不是自杀，是想吓吓他，希望他。这能吓吗？所以这两个人就像赵传老师说的，对爱情来说，他们真的到儿戏，儿戏到一个极端了。也就是说，大家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所以，姑娘，我只想和你说一句话：女人嫁老公一定要慎重，自己考虑清楚。你说有一次动过一次刀子啊，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。我记得03年我们去拍戏，当时我们在杭州的有一个监狱，请了一个警官帮我们讲了一些案例。他说其中就有好多女孩子很年轻、很青春的，我就看了以后，我说这小姑娘怎么了？他说，这个女孩子其实就是跟男朋友在一起玩耍的时候，就两个人很好，很正常，也不知怎么突然就这女孩挺有劲儿的，抄起一把椅子，啪这么一抡，也不怎么特别寸，打到男朋友的脑袋上，躺在地上，然后他还说装死，快起来，开玩笑的，这个人就死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像你这种玩笑，你这还不是说动一把椅子，你是拿一把刀，持铁为凶器，而这种动机也是不好的。好嘞，谢谢啊，于老师。
我在这里特别好奇，也特别想知道小龙的这股劲儿是从哪儿来的。那么，请问一下，在你的家庭当中，尤其是你和你妈妈的关系是怎样的？能说一下吗？因为我母亲生病时候了，然后后来不能说话嘛，然后一直用手语来形容嘛。啊，不能说话，在你多大的时候？我应该在她年轻的时候吧，嗯。现在母亲还健在吗？在，对一直不能保持正常的沟通，对吧？对。嗯。那你的父亲呢？父亲，我跟他的话很少，嗯。他是个老实人嘛。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有什么感受？就是你自己的家庭没有什么感觉，是幸福还是痛苦？能稍微的具体一感点吗？觉很平常吧。我大概理解一点，至少妈妈只会手语沟通，爸爸不善于沟通，所以在他内心世界里面，在他成长当中呢，他的沟通方式，包括爱的一种沟通和索取，都可能变得不通畅。尤其在两性关系当中，可能会把和家庭的那种情感链接到这份情感当中来，他可能会本能的把女朋友甚至可能会当成自己的家人，尤其是母亲的角色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他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孩子，又想依赖妈妈，离不开的同时呢，又撒娇，用各种方式来吸引妈妈的注意，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所以当然好了，你的女朋友她的情感很丰富，你完全能够用你的各种方式，哪怕自虐的方式，能够去掌控她。这个可能就说明你的内心的一种成长，在家庭当中没有完全的成熟，在你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纠结是源于家庭的本能造成的，所以请你思考一下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小静，你会发现你完全被对方控制了，所有的一切都怕对方万一怎么样，所以你说到的做不到，做到的也没办法说。你是一个没有原则、不断被影响的人，他正好抓住你这个软肋，而不断的影响你。没有，他刚开始对我很好，然后之后，就是不怎么样了之后，然后我也想过离开，然后就离不开了嘛。刚开始还是很好的，一开始是很好的，但后来就不好了，所以前没有精神，前刚没有太多精神交流，甚至打架，甚至动刀。那你们沟通在一块儿的幸福是什么呢？那我就看不到了。一个人尊重自己唯一的方式，就是要记住和尊重你曾经受到过的苦，别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这就是所谓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但是往往有些女生不这样。古文当中有一句对话很有用。寒山子问拾得说：世间有人谤我、毁我、笑我、耻我、伤我、害我，请问如何处置？拾得说：你且忍他、耐他、避他、让他，不要理他，再过几年，你且看他。所以说，宽容是人的美德，但也是一个哲学智慧。在这个舞台上和那个甜甜圈里边，以及很多女生的来信当中，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我还该不该原谅？我还要不要给他机会？虽然我无数次的在台上也说过类似的话，比如说，对于伤害自己的人的原谅，一次是同情，两次是包容，三次就是犯贱。但是依然有女生还从那个门里转出来。为什么有些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，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机会？我相信女性大概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总是容易回忆起当初的甜蜜美好，她对自己的好，来说服自己，期望对方可以改变。你以为爱情是刻舟求剑呢？今天在这儿，爱情丢了，刻意记好，跑旁边又去捞爱情，生活永远在变化。当你发现对方不是这么个人的时候，你所做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撒腿就跑。你自己帮不了自己，请问谁能帮你？你一次又一次的忍让，一次又一次的忍让，甚至你中间你还去反过来找他，你尊重了自己曾经受到过的苦吗？你打胎的时候要他陪伴你，他在哪儿？他没搭理你吧？那是你受过的苦吧？他把你关起来的时候，你自虐，你不吃饭，他也不搭理，只要你在身边，不管你的死活，是你受过的苦吧？
他所有对待你的东西，所有的遭遇，你都记得清楚吗？你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你为什么还要容忍呢？想要求得圆满是吧？他也别死，我也好好活着，只是老死不相往来。但问题是，他就要跟你在一起，怎么办？那你就陪着他过，否则你就不要到这儿来。所以我对你没什么好说的。第一，尊重自己受过的苦，他曾经是那样的伤害过你。第二，你很清楚他对你到底是爱还是占有。第三，他是个成年人，他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知道我看见你哭了我多高兴，你知道我看见你笑的时候我有多难受吗？你笑就意味着你没有尊重自己受过的苦，你还抿着嘴笑，似乎在回忆当初的甜蜜。但是刚才俞伯洪在说你那一点的时候，你确实是眼睛当中露出了恐慌，就是你一旦说到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，马上眼睛当中暴露出来的是惊惧。但是你怎么那么容易忘记那些恐惧？我每次想到这些，我就想要走，我要离开他。所以就不要管他，今天就不要出来。我已经知道了，知道了就好，这就是我要的目的。于老师其实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角度和思路。大抵这个男人是不太会用他的言语沟通是有问题的，尤其是情感、亲密关系，他更多的愿意用肢体的方式。这当然哪个女性都受不了。我其实真的不担心他，我特别担心你。家里除了你还有什么人？我有3个姐姐。你就是家里老小是吧？对。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死了，你们家人怎么办？没有想过。想想。你要死了，你的父母怎么办？你的3个姐姐怎么办？他们肯定会很伤心的。你舍得离开他们吗？23岁，其实生活刚刚开始，生命也刚刚开始。记住今天于老师的话，调整一下，学习调整亲密的关系。我如果是你哈，我跟你说真的，就是这样的女生，我一定会离开她的。我为什么劝你主动离开她，而且你一定要离开她？你不离开她，你没有新的生活。其实这样的女生蛮不理智的。赵老师，我非常赞同你这个观点，因为她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小静在培养出来的。她在刺激她。对。你比如说，她在跟她互动。你比如说，大夫明确的告诉你，孕前期50天的时候，胎儿是有问题的。那非要说我要坚持，我要坚持，那这个是对一个生命的负责吗？我们去解读一下。明明已经分开了，我开始了跟其他异性的正常交往，我不管是你的闺蜜也好，还是什么也好，不行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一定要把你再拉回来。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说，那些在情感当中我们看到好像是女性是很弱势，是受害者，其实这些受害的人有的时候也在施暴。它是一个互动关系，离开对方就是自我的救赎，自己救自己。姑娘你也一样，这样的微情的东西真的不能在一起了，不要互相去害了。跟电视机前的很多女性说一下，发现端倪立刻逃跑，越纠缠危害会越大。跟男性说一下，像你这样的，我就让你想一件事，进转门的时候你就想一件事，有一天你死了，你妈得哭成什么样？你的3个姐姐会伤心成什么样？恋爱谈不好，姐姐还要给你打电话，家人还要给你打电话去求这么一个女生，你觉得你是个男人吗？是男人就离开她，你是男人吗？是男人。你能离得开她吗？我们一会儿看吧。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今天过来就是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我会好好去工作，哪怕再苦再累，希望我能给你幸福。我不想再看这个。亮灯吧，话不投机就是这样的嘛。来，2位换箱子。2位请回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。在恋爱的过程当中，请不要伤害彼此，好好的善待对方，不行就好好的分开。接下来看看他们能不能自悟吧。5、4、3、2、1。丝布集领导品牌天使之魅面膜提醒您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
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男生留什么都不重要了，大体就说，等我回去之后，好好工作，挣的第一笔工资要带女生去海南玩，我看女生留的是什么。哎，你不说你是男人吗？咱俩不是说好是男人就不出来的吗？还想最后一搏是吗？对。我不恨你，也不爱你了，不要把我逼到一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城市。你看了这个为什么还要出来？垂死挣扎一下是吗？来，面对镜头，兄弟，说一句嘛。希望他可以好好的。啊？希望他可以好好的。对着镜头说，看着他说，没事儿。希望他可以好好的。跟你吧，还是跟别人？跟别人。啊？跟别人。你能答应我们好好活着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？可以。大声点。可以。谢谢你啊，来鼓励一下他啊。谢谢，请回。这大概就是人生吧，我们在纠结当中生活着，请大家理性而感性的谈恋爱，生活。